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是一位富有魅力的钝感力少女，她年纪尚小，却已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虽然出生于铸剑世家仙州名门，却因父亲突破禁忌铸造碎阳魔剑，遭遇世间惨剧，父母双亡。面对生活的巨变，她坦然接受，从容而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将消除魔剑遗害和偿还父亲的罪业视为己任。如今已猎取魔剑312柄，即便经历了如此种种，他依然保持着自己单纯真挚的天性，直来直往，偶尔脱线，爱吃爱玩，更爱剑。这位像璞玉一般真诚而闪耀的小小天才剑士，就是云离。也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大家非常熟悉的另一位天才剑士燕青。哈哈，这期可真是专业对口，感觉没我也可以吧？吉米老师总是这样谦虚，能为老师提供一些剑气、剑招方面的解说辅助，是燕青的荣幸。但论节目主持，老师您是最棒的。哎呀，这孩子，仙州将军们带出来的娃，个个都这么讨人喜欢。您过奖了。好，一起来了解一下云离。云离是毁灭命图的物理属性角色，一把大剑半身，引人注目。要说这是剑，也太大了吧，巨大、宽厚、沉重，这简直就是铁块嘛。云离能轻松举起1000斤重物，他的力气之大，的确称得上鹤立鸡群。不过要舞好剑，可不能光有一身蛮力。是的，释放普攻，云离以剑代步，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基于自身攻击力的物理属性伤害。释放战技，云离持剑蓄力，旋即奋力抛出，基于自身攻击力恢复一定比例的生命值，并重重砸向敌人，对指定敌方单体及其相邻目标造成基于自身攻击力的物理属性伤害。这剑原来还能当回旋镖使啊！正常人当然不会，寻常剑士自然是不会，但鉴于老铁的实际情况，牺牲速度，利用惯性增强杀伤力，也算是一条道路吧。等等，老铁是那柄巨剑的名字，还挺贴切。云离的天赋能使他在受到敌方攻击后恢复一定能量，并立即反击，抡起老铁就对攻击者及其相邻目标造成基于云离攻击力的物理属性伤害，可真是以牙还牙，10倍奉还呐！云离从不留隔夜仇，实在是牙子。燕青是说，真是有仇必报，快意恩仇啊！这个说的没错。释放终结技，云离以退为进，获得格挡，使敌方全体陷入嘲讽状态，持续至下一行动单位回合结束时。这严阵以待的架势，似乎比方才的防守更有气势。一点不错。当处于格挡状态中的云离受到敌方攻击时，他将移除格挡，并立即释放反击，勘破灭。勘破灭不仅会对指定敌方及其相邻目标造成基于云离攻击力的物理属性伤害，还将额外对随机敌方单体造成一定次数的基于云离攻击力的物理属性伤害。倘若处于格挡状态中的云离没有受到敌方攻击，则他将在格挡状态结束时立即对敌方释放勘破斩。勘破斩会对随机敌方及其相邻目标造成基于自身攻击力的物理属性伤害。勘破灭和勘破斩造成的伤害都是为终结技伤害。云离擅长利用老铁的势大力沉，转守为攻，这与燕青惯用轻剑以攻为守的风格完全相反。你俩用剑的方式还真是大相径庭啊！这我倒不禁好奇起来了，要是你们比拼几个回合，谁会胜利呢？那当然是我。但还未上擂台，谁又说得准呢？不上钩啊！解锁特定刑技后，获得格挡状态的云离能够使自身受到的伤害降低一定比例，并抵抗控制类负面效果。倘若真下定了决心要修习防守反击的招式，便应当要像云离这般做好万全准备。释放秘技后，云离将获得招架，持续一定时间。在此期间，云离受到攻击或主动攻击敌人进入战斗后，将立即对随机敌方单体释放勘破灭，并使本次攻击造成的伤害提高。燕青在书上读过这招，不以速达，后发制人。可不是吗？他那剑太重了，确实没法以速达呀。云离是铸剑好手，我向他建议过削减一下剑的重量，他反倒说我不在乎剑的个性和感情，还说要解救我收藏的剑。
综上所述，作为毁灭命图的角色，云离的核心机制在于他的3种反击：天赋反击、勘破斩和勘破灭。其中勘破灭是最为强力的反击，因此实战中尽可能满足勘破灭触发的条件，即在云离终结技的格挡状态结束前受到敌人攻击，由此触发勘破灭，为队伍贡献更多伤害。下面就让我们在实战中更加深刻地了解一下如何精准地触发勘破灭吧。长佑先发制人，攻击云离，云离立即展开反击，并使自身终结技的能量充满。请注意，接下来的行动单位依次为我方队友和敌方，因此此时云离虽然已经可以释放终结技，但释放时机的不同将会使最终的伤害收益产生巨大差距。假设此时云离立刻释放终结技进入格挡，由于下一行动单位为我方队友，云离随即触发勘破斩。2位敌人虽然遭到重创，但仍尚有余力坚守岗位。倘若此时云离先按兵不动，静待开拓者释放战技攻击长佑，他瞅准时机，在丰饶灵兽楼金行动前释放终结技进入格挡，那么楼金将在格挡生效期间对云离展开攻击，并触发云离最为强力的勘破灭。在老铁不留情面的攻击下，楼金扛不住喽，率先遗憾离场。此时长佑见势不妙，正想先发制人，怎料云离看准时机，再次释放终结技进入格挡。长佑刹不住车，攻击了云离，勘破灭梅开2度。老铁二话不说，让长佑即刻下班收工了。咱就是说，走在路上别轻易惹剑士，更别轻易惹这种不穿鞋的小女孩呀。先生莫慌，只要燕青在，一定护着您。哈哈，有你在，肯定放心呢。你俩要是一块带徒弟，不得一个狠狠练着，一个好生护着？说到带徒弟，燕青为此还颇有些烦恼。烦恼什么？怕他对徒弟下手重了？主要是训练方针不同，始终达不成共识。怎么个不同法？云离的教学方针是让徒弟每天做50组力量，跑10里有氧，侧重力量训练。燕青的方针是让徒弟每天做10组力量，跑50里有氧，侧重有氧训练。我俩谁也说服不了谁。徒弟都快来了，教学计划到现在都没定下来。哎呦喂，感情2个都是狠狠练着呀。这好说嘛，你们俩各退一步，折中一下，结合一下嘛。季米老师所言极是，那就让徒弟每天做50组力量，再跑50里有氧吧。这样云离大概也能接受了。这徒弟也太惨了吧。